这上面的东西你去储藏室取一下，喜欢的你就留下，不喜欢你就送人。哎呀，施总啊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你总是送我东西。红参、蜂皇浆、阿胶，这些补品您还是留着自己吃吧。我内分泌不好，吃不了这些，送你了。那谢谢您啊。施总，有事儿吗？单子上有4样东西不见了。家里还真进贼了。这还少了一个拼色的羊皮小包。那可值不少钱。喂，问你个事儿。储物间有几个礼品，还有一个拼色的包，你是不是拿去送人了？喂，你在听吗？喂，你是谁啊？真的，我真觉得很好看。你是不是太露了？你是不是不喜欢呢？喜欢啊。你送我的东西我都喜欢。真的？嗯，来，哎，啊？我们同事看见你了。啊？是吗？嗯，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让你请客吃饭。小事一桩，随他们挑。哎，对了，那个今天还是老样子，一会儿你开我车呢，到我酒店把我放下。等你下班以后呢，到酒店来接我。好，然后我再给你们俩送回来。行。别动。你说你今天穿上这身，然后再开上我的车去你们单位，你们老板得怎么想啊？他还能怎么想？他一定以为我是傍上大款了呗。你可别逗了，什么呀就傍上大款了？菲菲，走了。咦，你怎么又玩最后手机啊？不能玩手机啊，来眼睛不好。干什么呢？快住手！你好，这个车是我的，我忘了带钥匙了。我给你看一下行驶本吧，好吧？那，哎，干嘛去？我给你拿身份证。来，真是你的车，我还以为有人抢劫呢。你一会儿到保安科做个情况说明。好，打扰你了。长安大厦。我真是服了，你说这会开的有什么意义？这都几点了？
话说回来，你想想，哪次不是咱们小组业绩拿第一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有我在，你们还不放心吗？明天见啊！好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咱们家车好像让人给偷了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去保安那儿调下监控。车没丢，我有急事需要行驶本去办手续，打你电话又不接，我一着急就把车窗给砸了，车已经让4S 店的人给拖走了。哎呦，不是你砸什么车窗啊？你那不是有备用钥匙吗？备用钥匙上个礼拜就让你拿走了，换车玻璃很快的，明天下午就能修好，到时候我让人把车给你送酒店去。不是，那喂，这个叫静水深流的，你能帮我查出它的 IP 地址吗？它是实名认证的，应该可以。好啊，那快点。你看，这个叫静水深流的，它的 IP 地址在康源路282号香樟园。我让你查地址的事情，不许告诉别人。哦，知道了。谢谢你，去忙吧。好。去那边坐，一会儿叔叔开车门你在那下。好了。吗？来，菲菲，我们到家了。叔叔抱。好嘞，叔叔抱。来，哎呦，来，抱。菲菲，赶紧下来，这么大了还让抱多久？来，下来，来。叔叔亲亲。好，亲，好。来，抱背上。回家听妈妈话啊。好。走了。啊。老婆回来了。老婆，多谢。哎，Tony送给你的西湖龙井，特供的。最近我在吃中药，不能喝茶。吃什么中药？调理妇科的。哎，老婆，那个跟你说个好消息，今天呢，Tony说准备给我升一升，让我当销售副总监。恭喜啊！嗨，你现在说恭喜还有点太早了。话又说回来了哈，没有老婆的帮忙，我这怎么当啊？我这不也是想努力，给你争口气吗？那个最近所有酒店都在订夏季的会议用房，你们那儿的客户有没有什么活动啊？应该有吧。那你明天上班顺便帮我打个招呼呗。就我们酒店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，是吧？你放心，老婆。只要是你介绍来的客户，我们折扣一定是最低的。老婆，求求你帮帮忙。
这是偷你的意思。我累了。哎，老婆，我今天晚上给你炖了西洋参乌鸡汤，晚饭我不吃了。哎，对了，老婆，那个我给你请个假啊，今天晚上我要加班，我得晚点回家。太露了。你是不是不喜欢呢？喜欢啊，你送我的东西我都喜欢。我们同事看见你了。啊，是吗？嗯，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让你请客吃饭。小事一桩，随他们挑。菲菲，走啦。你说说，你赶早班机，昨天晚上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这什么准备都没有。这样挺好的。什么时候过来？不一定，看情况，1、2天或者3、4天。今天呢，汤尼说准备给我升一升，让我当销售副总监。恭喜啊！嗨，你现在说恭喜还有点太早了，没有老婆的帮忙，我这怎么当啊？我这不也是想努努力，给你争口气吗？那个最近所有酒店都在订夏季的会议用房，你们那儿的客户有没有什么活动啊？120吗？是的，女士，你好，请讲。这里是静安华庭，2栋4901。女士，你哪里不舒服？请说一下。高烧39度2，心跳过快，头昏眼花，浑身无力。女士，请问您多大了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年龄啊？我们做个记录，好安排救护车出车。我要是不告诉你年龄，你还不救我了？你一个人啊？对啊，都病成这样了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不就是发个烧嘛，多大点事儿，能扛就扛呗。女强人再强，那也是女人。哎，你能对自己好一点吗？说吧，找我来什么事儿？我想离婚。离婚？为什么呀？崔英俊出轨。这个女人叫王思琪，是早教中心的老师。想好了吗？我昨天晚上喝了1晚上的酒，烧到39度2，反正想什么都挺糊涂的，唯独离婚这件事情特别清楚。你想怎么做呢？我要崔英俊净身出户。行，既然想好了，我也不劝你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的权利。首先，你要好好的清点一下你的财产，婚前的、婚后的、一个人名下的、夫妻共有的，包括所有的房产、期权、股权、债券、股票、证券投资这些财产的来龙去脉，你都要弄清楚。好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崔英俊有可能向你要抚养费。抚养费？谁养谁呀？他要有脸要。谁让你的资产跟收入都高他那么多呢？你看着吧，在未来，离婚案女人倒找给男人抚养费的事情会越来越多。未来的事情我管不着，可眼下，崔英俊必须净身出户，1毛钱都别想带走。从个人情感上，我还真不希望崔英俊能占你的便宜。
但作为律师，我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，这净身出户的官司真是不太好打。不好打也得打，崔英俊必须受到惩罚。你手上还有其他证据吗？这些还不够吗？这远远不够。就凭这几张照片，崔英俊会做出其他解释。你又没有第三方证人，也没有音频、视频，法庭采信的可能性会非常低。照你这么说，这些渣男们反而还逍遥自在了。其实，法律上判定过错方有2个标准：一，婚内重婚，他没这个胆；那就是2了，有证据证明过错方与第三者保持长期稳定的同居关系。我说的你能明白吗？我知道了。你找谁啊？找你。我不认识你啊。崔英俊是我丈夫。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吧？需要换鞋吗？不用，谢谢。这个包你很喜欢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用吗？别看上面贴着国际大牌的标，事实上是个 A 货，挺 low 的，假的就是假的。是，这个包是崔英俊送我的，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你的，你没必要说话这么讽刺吧？你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啊？凭着几分姿色，就想不劳而获了？你说话别这么难听。来上海多久了？看你这样子，应该是有家有丈夫的。孩子是谁的呀？我已经离婚3年了。离婚的滋味不好受吧？看你的样子，不像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人。你是个女人，你自己经历过的悲伤和痛苦，一定让另外一个女人同样经历一遍吗？你知不知道破坏别人的婚姻是可耻的？你可以讲话不要这么恶毒吗？我不管你相不相信，当初是崔英俊给我看了你们俩的离婚证，我才同意跟他在一起的。那你想说明什么呢？你不相信是吗？好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咱们当面对证。你不用给他打，崔英俊很快就会和你说明这一切。哎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把手机收起来！这是我的家，请你赶快离开。你的家？这房子是崔英俊给你租的吧？你不用否认，我看过账单了。不然你认为我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呢？到现在为止，我和他还是合法的夫妻，所以这个房子的使用权有一半是属于我的。对不起，在我的家里，我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。如果我不愿意，我就不走。你。老婆，我不想解释什么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请你原谅我一次。
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跟他联系了。中年危机，我现在就是中年危机。在酒店，我得看着别人的脸色混日子，还要靠着自己老婆帮忙，我才能混下去。我心里什么滋味？我这脸往哪儿搁呀？我抑郁啊！我真抑郁！我跟你说，人抑郁起来以后，他就想自杀，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，就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对，你就当我行为失常好不好？怎么说你才能明白？你们女人不都是有更年期吗？当我是男人更年期提前了好不好？我们去旅游，我们还去马尔代夫。对，去过了。我们去埃及，我带你去看金字塔，让法老跟木乃伊见证我们之间的爱情。老婆，你说句话好不好？你这一声不吭的，我这心里没底啊！你骂骂我，要不你打我。你说完了吗？来打吧。我们分居吧。分居？你是想跟我离婚吧？你不是已经跟我离婚了吗？连离婚证都做好了。是不是那个女人跟你说什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老婆，她跟你说什么，你千万不要信。这个女人心机她太深了。她刚开始，她只是说想跟我做好朋友，我觉得做好朋友无所谓啊，很好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后面她就变味儿了，她逼我离婚，她吃安眠药，她要跳楼。我真的是实在没办法。我看她一个女人带一个孩子，她太可怜了。我就是一时良心发现，我才做了个假证给她看一看。你良心发现？我发誓，我崔英俊从来都没有想跟你离婚过。我骗你的话，我出门的时候撞死。你想不想跟我离婚不重要了，现在我想跟你离婚。崔英俊，你搬出去吧。我搬出去？对，你搬出去，我们都冷静冷静。这是哪儿啊？你看看这戏啊，这是陆家嘴啊！我搬出去，我凭什么搬出去？我为什么搬出去啊？我在陆家嘴，我在这儿我已经睡习惯了，我搬到别的地方我睡不着觉。干嘛？你干嘛？四明静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有小三不完全是因为我的原因，你有很大部分责任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看人家老婆是怎么做的，你是怎么做的？我是怎么伺候你的？做饭洗衣服我就不要求你了，你连个笑脸都不给我，一提这脸我就更上火。你自己好好照照镜子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一看你的脸我就不行，我浑身都不行，我哪儿都不行。你记不记得去年你说要孩子，为什么没要上？我实话告诉你啊，就是因为你这张脸，我被你这张脸吓的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搬，我搬。你就一个人待在陆家嘴。老叶可是我们公司的好员工啊，顾客对他的评价都很高的。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也很难过。来，拍个照啊！
这是干嘛呀？啊，我拍这张照片留个资料。我们根本不相信老爷会主动提出私了。老爷是什么人啊？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。我们一定要为他讨回公道，不能因为他是个外卖员，就随便让别人欺负。谢谢。小叶啊，你是个大学生，又不是本地人，社会经验不足，千万别轻易答应和解。像董小鹏这样的人，就应该得到严惩，应该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。你只要出一份授权，我就让公司的律师帮你打这场官司，一定跟董小鹏斗争到底。哎，钱方面啊，你不用担心，公司会承担所有的费用，你1分钱都不用出的。哎，不是，你看啊，今天啊，我把我们公司律师都带来了。一人三餐徐斌在他们官方微博发表声明表示，不管董小鹏是什么来头，都会将这件事情追究到底。这条微博的阅读量已经超过了300万。从一人三餐发声明说要跟董小鹏死磕到现在，不到2小时，一人三餐的微博搜索指数已经急速上涨20多倍。而明通股份的股价本来最近是随着大盘一路看涨，这个微博一发，居然跌了1.2%。从叶永福被撞到董小鹏被抓，中间10几个小时，一人三餐一声不吭。现在我们已经被叶永福重新调换了病房，也在努力的劝和中。为什么他们要在这个时候跳出来？中间有什么猫腻吗？老大，我们已经查过了。最近一人三餐被爆出存在大量商户没有卫生许可证的内幕，工商部门正在调查中。昨天之前，本来网络上还有控诉一人三餐卫生问题的新闻，结果他们一发微博，这些新闻居然消失了一大半，现在都变成一人三餐力挺叶东烈了。所以我们认为，一人三餐的行为很明显是在转移舆论的注意力，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。喂，怎么了，魏哲？ Stella， 有件事情还得麻烦你一下。董总，已经查清楚了，这个一人三餐就是为了蹭热度。我不管一人三餐要干什么，这件事如果再闹下去，明通的股价就会继续受到影响，我在董事会的日子也会更难过。明通的股价每跌1个点，你知道我们会损失多少钱吗？这件事拖了这么久，到现在还没有解决，我不知道你每天都在干什么。对不起，董总，也许是我们给叶家开出的条件还不够丰厚，要不然价码再提升一些，我再去找叶东烈谈一谈。你觉得还有用吗？叶东烈如果是为了钱，他早就狮子大开口了。现在又冒出来一个一人三餐，这不是钱的事儿，他们是冲着人来的。你知道董事会的那些人个个都拎着刀，就等着我给他们一个交代。我发话了，如果小鹏的事被认定是交通肇事逃逸，我立刻引咎辞职。你现在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了吧？我懂了，我会尽快和 DL 那边沟通一下。有些事儿 DL 做不了，只能你去做。你是我们家的私人律师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花多少钱，你必须马上把这件事平息下去。你记住，保住小鹏，就是保住我，保住明通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不想见到你们第二公司任何人。我不代表我公司，今天我代表我自己来。我来谢谢你，上次你教给我那个方子真的很管用，我嗓子好多了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现在有时间吗？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去了，也许会改变你的看法。我们那天是凌晨赶到现场的。距离车祸发生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。到的时候，病人眼睛是睁着的，但意识已经不清楚。停一下，
从但是意识已经不清楚了开始，把后面全部剪掉，再把后面那个医生说的，好像还说了句话接上去。当时他手里还抓着钱，都没有松开过。后来好像还说了句话。可以把刘东接受采访说的话截一句，也放到前面。把小鹏接受采访说的那句“绝对不会逃避责任”也放上去。我承诺，叶叔叔所有的医疗费和康复费用我全部承担，绝不逃避责任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你父亲出事之前一直住在这儿。这里是一人3餐的宿舍，地处城郊，房租非常便宜。没来过吧？我住在大学城，离这儿很远。每次我要来找他，他都不让，说让我在学校好好学习。你爸爸是个好父亲，为了让你上大学，什么苦都愿意吃。他不让你来这儿，肯定是因为不想让你看到他生活在这种状态下，怕你觉得丢人。你带我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忆苦思甜？当然不是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一人3餐公司如果真的关心自己的员工，是不会把员工安排在这儿住的。从你父亲出事到董小鹏被抓，中间10几个小时，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们在哪儿？他们来看望你了吗？说过安慰的话吗？没有。说句你不爱听的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们爹啊，可事实上，到目前为止，给予你提供最实实在在帮助的，只有我们。换单人特护病房的事儿，谢谢你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原谅董小鹏那个人渣。我没有说董小鹏，我说的是一人3餐公司。告诉你一个消息吧，昨天，相关部门进行了突击检查，查出一人3餐公司的平台上有多家商户没有卫生许可证。本来这事儿2天之后就要爆出来，可今天的新闻是，一人3餐公司力挺昏迷外卖员，对富二代肇事者抗争到底。现在你明白，一人3餐的老板对你父亲不闻不问几天之后，突然出现在你面前，还说要帮你打官司，是为什么了吧？还带着一大群记者，拿着那么大的一张支票，这是要干嘛呀？这是作秀。他们根本不是要帮助你和你父亲，是要利用这件事情，利用舆论来扭转一人3餐公司的困境。现在好了，网上铺天盖地都是一人3餐公司是一个有担当、有情义、有骨气的公司，卫生许可证的事情没人提了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徐斌利用了我，可你们不也一样吗？不一样。虽然我们是董小鹏的公关代理人，
可我们绝不会袒护当事人，更不会掩盖真相。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，始终把你父亲的治疗和他未来的生活放在第一位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。我认为你们每个人都在演戏，我不知道这是真的。叶东丽，我告诉你，你眼中看到的好人，不一定都是善良的；你认为的坏人，也不一定都是邪恶的。我希望你能够冷静，在你父亲的问题上，做出正确的选择。选择？你告我怎么选择？你跟那个魏哲都来跟我说，让我识相把钱收了认命，还美其名曰的说是什么利益最大化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收了这个钱，我等于承认了我爸是一个要钱不要命的人，我等于承认了网上对他所有的指责和谩骂。如果有一天我爸醒了，我有脸见他吗？对不起，你接着说。是，我是穷人。我爸每天骑着这些电动车，10几个小时送外卖供我上大学。他过得苦，但是他命不贱。这些有钱人以为用钱可以摆平一切，是吧？你回去告诉董小鹏，我叶东烈绝对不会要他一分钱。这件事我一定追究到底。他不仅撞到我爸，最重要的，他撒谎，他损坏了我爸的名声，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早，江总，你先别走，这是您的玫瑰花。我的？是的，今天早上送到的。江总，志祥，不客气。多少朵啊？我数过了，19朵长柄红丝绒玫瑰，花语是江总早，珍惜对你的爱。江总早。江总早。你好，请问 Stella 是在这儿吗？是的。这是送给她的花。谢谢。这么多种花，花语是什么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进。Stella， 这是送给您的花。谁送的？您先生崔英俊。帮我扔了。啊？需要我亲自去吗？不用。见花如面，我想每天给你送19朵玫瑰花，这样我就能每天见到你了。都摆上了，都是玫瑰花，有的被供在花瓶里，有的却被扔到了垃圾桶。你想说什么呀？我想说，不想听。你不想听，你问我。我想说，都是玫瑰花，命运却是那么的不同。什么意思啊？对不起，我有点急事，咱们开个会吧。
各位，这个会是我临时召集的，我有件私事要宣布。我和崔英俊之间出了些问题，我们已经分居了，我准备离婚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的私事可能会给公司带来一些麻烦，所以我觉得有必要事先通知各位。就这些了，散会吧。江总队长，请留一下。昨天我带着叶东烈去了他爸爸的宿舍，我告诉他一人三餐在利用他，可我没想到他的抵触情绪那么大，完全不相信我的话，而且认为我们也在利用他。他断定董小鹏是在撒谎，要求董小鹏必须受到惩罚。离婚也要宣布啊？当然，合伙人之间没有秘密。那你今天去见叶东烈，准备怎么劝他呀？没有更大的诚意，去了也没用。我看到那个司机啊，从车上下来之后，就非常着急的去查看那个被撞人的情况。那个被撞人呢，跟他说了几句话。后来那个司机拿了一叠钞票赎给那个被撞人。我想应该是两个人谈和解了嘛，就没什么事了。我也就没上前去。我们那天是凌晨赶到现场的，距离车祸发生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。到的时候，病人眼睛是睁着，当时他手里还抓着钱，都没有松开过。后来好像还说了句话：“我承诺，叶叔叔所有的医疗费和康复费用，我全部承担，绝不逃避责任。”这个你收好。好，谢谢。我希望你们尽快把这段视频对外公布，以正视听，一定不要让一人三餐混淆视听。我知道，这段视频一旦公布，可能会对叶永福父子造成不好的影响。但是事实就是事实，一人三餐为了博得公众的好感，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董小鹏身上，甚至还连带了董总和明通。董总现在的压力很大，我们必须立刻反击，尽快调转舆论的风向。严律师，这段视频是从哪儿来的？我再次进行了调查取证。OK， 我觉得这个证据来的正是时候，咱们马上安排对外发布。这是严律师，我希望你再去劝一下董小鹏，看他能不能再去医院道一下歉。还去？不是已经去过了吗？叶东烈不肯和解，董小鹏再去多少次都是一样。不一样，叶东烈原不原谅他是一回事，董小鹏去不去是另外一回事，这是态度问题。可是叶东烈情绪很不稳定，怕董小鹏去了，叶东烈再动手打人。从制造公关事件的角度来讲，如果董小鹏去医院道歉，叶东烈动手打了他，说不定是件好事。人心是最善变的，之前大家憎恨他，是因为可怜叶永福。如果这次董小鹏去医院道歉，叶东烈打了他，我猜，这些吃瓜群众们心里的怨气至少会消到一半，说不定还会有人开始同情董小鹏。那行，我回去再做做董小鹏的工作。江总，我来之前，董总特地强调，你们两家是世交，你和小鹏是发小，所以这件事儿就拜托你了。啊，慢走啊。严律师慢走。路易斯，把那个视频再给我放一遍。
视频，再给我放一遍。哦，罗伊斯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我想再看一遍视频。你跟我出来去。你老毛病又犯了是吧？咱们不是见过刘东吗？那个视频是有问题的，被剪辑过了。我不相信你没看出。严律师刚才说的很清楚，你没有听着吗？这是他再次调查取证后的结果。你不相信律师是吗？我相信律师啊，我只不过是想知道事实的真相。真相是什么？还要让我跟你说多少次？公关的原则永远是客户至上。你上瘾了是吧？习惯了拿着客户的钱，永远跟客户对着干。哎，不是，我就想搞清楚搞清楚什么？你现在最应该搞清楚是你自己的立场。别以为上次 New Face 那案子你侥幸过了关，你就以为这一套永远行得通了是吧？明通不是 New Face， 董天惠也不是顾凯雷。这一次你不许给我胡来。我没。我没有胡来，我是真的觉得视频有问题。算我求你，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帮帮我，那个视频你先不要发出来，让我查清楚。如果是我错了，我真心的给你道歉，我认我这个学生就行了。唐姐，您找我？什么事儿啊？最近酒店里有点关于你的传闻啊。啊？什么传闻呢？按理说这是你的私生活，我不该问，我也管不着。只不过你家那位太后娘娘一直以来都是咱们的大客户，你把大客户惹毛了，就不是你的私事了，这我就得管了。哥，你别总上纲上线的。你这都听谁说的？我们就是小两口闹点小矛盾。小矛盾啊？小矛盾 ，Stella 能搬出去住。现在到处都在传你跟 Stella 分居了。我说你怎么想的？要搬也应该是你搬出去啊，或者让 Stella 搬到咱们酒店来住。他这一搬好嘛，搬到安豪国际去了。安豪国际是咱们头号竞争对手，这是个多么糟糕的信号啊！不是，哥，没这么严重吧？夫妻之间吵架拌嘴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你们俩在家是夫妻，出了门那就是客户关系，是甲方和乙方的关系，是客户和销售的关系。客户就是上帝 ，Stella 就是你的上帝。你敢跟上帝吵架，你吃饱了撑的。哥，我错了。我跟你说，今年的 KPI 摆在那里，咱们酒店1/3的会议活动都是靠着 DL 的，你说你该怎么做？哥，我现在就把他接回家。对，要快，要赶在别的酒店去 DL 跟我们抢单子之前，去把你亲爱的老婆大人接了啊！好好赔个不是，买点礼物，知错就改，还是好同志嘛。以后要是再想跟你亲爱的老婆大人吵架，你就好好想想，你现在吃着人家的，喝着人家的，用着人家的，你所有的业绩都是靠着人家，就吵不起来了。关你什么事？我找个房还没你这办公室一半大，上来就给我8000块钱一个月，而且到处都是蟑螂，说不定还有老鼠，可把我给恶心坏了。你说这找个房怎么这么难呀？啊，上来就要负3押2，一下子就要4万块钱，我上哪找这么多钱？我抢吗我？我现在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江大林，江达林，我在跟黄浦江讲话吗？我听着呢。你个骗子！你在看什么呢？车祸监控视频。车祸监控视频比我找房还重要吗？哎呀，我是觉得这个视频有问题。你快来。怎么啦？你看啊，这个角度实在是太远了，根本看不清这两人在干什么。那你想怎么样？
现在网上只能找到这一个版本，如果有多几个角度的视频，我就能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觉得交管中心会不会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啊？当然有了，那可是交管中心啊。本姑娘可以试试。大林，我带你去申请提取监控视频。行啊，这样都有熟人，好好教导。怎么认识的？这个人之前在我们培训学校的路口当交警，有一天下着大雨还在那儿执勤，我心一软给他递了把伞，就这么认识了。心一软还能心一动啊？别瞎说，我们就是普通朋友。老聂，赵队长来了，楼上请吧。好。艾米，萨洛怎么说？他让你把他先打发走。还是你去吧，我有点害怕。这方面我哪有经验？崔先生好。可以进去了是吧？哦，不是 ，Stella 今天实在是太忙了，所以您还是先回去吧。你没跟他说是我来了吗？说了。那他什么反应？他就说，请您先回去吧。不可能！哎，崔先生，您不能随便闯进去，我们这儿是有规定的。我们家有我们家的规定。哎，崔先生，崔先生，您不能闯进去，一切都准备好。这个，哎，崔先生，您不能闯进去。崔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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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等等。这是我为你准备的黄玫瑰。对不起，斯黛拉，不是我们让他进来的。不好意思，请你出去。你们两位的任务完成了。哎，非常谢谢，小姑娘有天赋，小姑娘也不错，这里没你什么事了啊，谢谢。哎。宝宝，都是我的错。想闹想闹，随便你。我们俩现在已经不联系了，真的。手机、微信我全都删了。我真的是一时糊涂。你也知道，从去年到现在，我们两个人就几乎没在一起。那个什么，宝宝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别住宾馆了，宾馆多贵呀。再说了，哪有咱家舒服啊？宝宝，你放心，照顾好你，伺候好你，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事业。我们回家吧。好不好？你起来，你先回去，给我留点面子。哎呦，你看你这个态度，我哪敢起来啊？哎呦，我这心里啊，天天七上八下的，真的，老婆，你原谅我。喂，好，不好意思，请再等我10分钟，拜拜。谢谢老婆，10分钟的时间够了。这是我准备的悔过书，那个，你好，我给你读，你听着啊。悔过书，致亲爱的思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你还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吗？
2555个日夜，我们在一起整整7年了，都说是7年之痒，而你却从来没有刺挠过。明人不说暗话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知道不是每一次对不起都可以换来一句没关系，我也知道我的这句我错了，其实只能换回我自己的心安。够了。爱你的俊。我要跟你离婚。什么？我说，我要跟你离婚。老婆，你跟我玩真的是吧？假如还有其他的事情，请联系我的律师和后卫。听说 Stella 离家出走，在暗号国际住了好几天了。他们真的要离婚啊？为什么呀？这还用问啊？一定是很多男人都会犯的那种错。崔英俊可真有一套，说跪下就跪下，我都能想象他当初是怎么拿下 Stella 的。能屈能伸，这种男人最可怕了。你看他现在多省心啊，咱们公司所有的酒店业务都给他了。差不多得了。像你们这样在背后议论公司领导，这样好吗？有句老话，你们给我记住啊，没你的事儿。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你选错了人啊，哪怕是像 Stella 这样的御姐，也是这样的下场。睁大眼睛找哦。我还会再来的。都报表做了没？你们给我作证！如果 Stella 不原谅我的话，我可以把你们 DR 公司跪穿，你们信不信？我说到做到。戏也看完了，干活去吧。邦尼帮助江达林向警方申请，为了协助调查案情，特此从交通管理部门处取得董小鹏撞人的监控视频。我跟你说啊，上次买的面膜真不错，下回给你也带2盒啊。哎，你说你看这么认真，你看出什么没啊？明信坊小姐姐，快来！干嘛？你来呀！你看这个，有什么问题啊？角度不同，这看上去2个人所在的位置就完全不同了呀！你这不是废话吗？科技可真发达。耳朵听上去不是真的，这眼睛看上去的也不一定是真的了。你到底想找什么呀？哎，俗话说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这句话得改啊！走火入魔了吧你？你不懂。这么早什么事儿啊？严律师的视频有问题，我找到证据了。
还要再看一遍吗？这几个角度的视频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刘东是从董小鹏的身后路过的。董小鹏背对着刘东，刘东连董小鹏的脸都看不到，他怎么能看到董小鹏在说什么呢？你还真够执着的啊。这几个角度的视频，我们可以证明刘东在撒谎。可他为什么这么做？肯定是有人收买了他。这也足以证明之前董小鹏说的一切都是谎言。你怎么不说话？公关准则第1条，客户至上。客户需要什么，我们就应该给他们什么。严律师拿过来的这段视频，让我们有足够的筹码去跟叶东烈谈和解。只要叶东烈同意庭外和解，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。而且我跟你说过，网友是最健忘的，我敢保证不出1个月，大家会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。这也就是我们的客户最想得到的结果。Do you understand？ 那叶东烈怎么办？叶永福怎么办？是，网友可以忘记，董天慧、董小鹏都可以忘记，可是叶东烈不会。他的父亲为了1万块钱变成了植物人，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他们将永远活在巨大的阴影当中。这是一条人命啊！我们就要这样无动于衷吗？人得学会适可而止，很多事情只是立场问题。我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把自己逼到墙角呢？你不只逼你自己，作为学生，你还来逼老师，这样大家都没有退路。这好像是你到了 DL 之后第1次来找我啊？怎么样，当合伙人感觉还好吧？不好，一个人干很纯粹，当合伙人跟一帮人干，矛盾重重。什么矛盾？我接了个案子，当事人交通肇事逃逸。但是他一直撒谎，坚称他自己是无辜的。我很清楚，只要我继续追究下去，我一定能让我的客户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但是这又违背了我自己的职业准则。这让你产生困惑了？这还不是第1次。上次杨默的案子，整个事情的发展完全跟我的预期背道而驰，而且每一次的结果都在挑战我的法则。你说公关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？对客户负责。我不能一次次的因为道义背叛了我的客户吧？那我就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公关人了。我现在都开始怀疑我自己的职业操守了。谁在挑战你啊？我的学生。学生？我这个学生非常麻烦，一次次的挑战我的立场。而且最头疼的是，他还不仅仅是我的学生，还是我的老板。老板？是女的吗？她叫江达玲。我认为这是个好现象啊。好现象？嗯。他是我的学生，
我怎么能被我学生的想法一次次牵着走呢？你不会被任何人的想法牵制。假如他牵制了你，那只能说明你们的想法中一直有不谋而合的部分。我跟他不谋而合。是的，在你的职业生涯中，你的原则从来没有被质疑过，所以你认为你的原则是对的，这恰恰是你的问题所在啊。你认为你的原则不可打破，现在这个叫江达林的把它打破了。你在教他的同时，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影响着你。真相往往是残酷的，人们都不愿意面对，就像你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原则有问题一样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想要治愈你的焦虑症，你必须和自己的内心达成和解。怎么和解？有斗争才有和解呀。你的意思是，江达林多气我几次，说不定能治好我的焦虑症。从心理学角度上讲，不排除这个可能。老大，都查清楚了。刘东，37岁，本地人，新荣物流仓库保管，未婚，现在还跟父母一起住在复兴坊。这是他的简历。也没什么特别的。有特别的。他当初上技校的时候学的是焊工，后来在船厂工作时不小心被电焊灼伤了眼睛。之后才做的仓库保管。你是说他的眼睛有问题？对，他是近视眼，双眼视力都是0.3，要戴300度的眼镜呢。那为什么那天晚上他没戴眼镜？老大，你没看简历啊？37岁未婚，喜欢漂亮，所以平时都不戴眼镜。你们又找我干嘛了？想再跟你确认一下，车祸那天晚上，你是真的看见董小鹏和叶永福说话？是，我都说过多少遍了，根本就这点事情，你们烦不烦了？你是近视眼吧？是啊。多少度啊？300度。平时戴隐形眼镜吗？戴啊。车祸那天晚上你戴隐形眼镜了吗？没有。那你是怎么看清楚叶永福在说话的？路易斯。这是我们向警方申请后，在交通部门取得的监控视频。看清楚了吗？从这几个角度看很清楚，董小鹏他一直背对着你，你根本不可能看到他在说话。但是我看到那个送外卖的在说话，他肯定是跟他撞的人说了。车祸的时候是凌晨1点。那条路上只有一盏路灯，以你和叶永福的距离，就算是视力正常的人，也不可能看清楚叶永福的脸。你不仅是近视眼，还没有戴隐形眼镜，请问你是怎么看清楚叶永福在说话的？按照刑法条例，为犯罪嫌疑人作伪证的，轻则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重则处3年以上或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告诉我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？严律师。那你想好怎么说服大家了吗？实事求是。首先，你得支持我，你不仅是我的合伙人，你还是我的老师。这个案子是我们 DL 成立危机公关团队后接的第一个业务，我真的是不想留遗憾。那你还想要明通股份这个客户吗？我当然想要了，但我不想昧着良心挣钱。我爸曾经说过，做公关，利随名往，
我们不能因为一些蝇头小利，做一些损坏自己口碑的事情。你爸吃亏就吃亏在这个名上。他是被人陷害了，所以越是这样，我越要替我爸留住名声，替 DL 守住口碑。可是 DL 现在急需要业绩，你这样把客户推出去，负面影响会很大的。该承担的总是要承担。所以，我真的想知道你是什么态度。没想好。江总、魏总 ，Stella， 请你们快点。知道了。事情就是这样，董小鹏不只是交通肇事逃逸，他还做伪证，这已经严重的触犯了法律，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公关事件了。我认为我们不应该隐瞒事实的真相，应该把这件事情交给律师去处理。所以我建议我们主动暂停庭外和解，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当事人，同时要求董小鹏自首。你要求客户自首，那明通股份这单业务不要了？我做这个决定，我也很艰难。我觉得 DL 现在变得越来越像是个慈善机构，天天说着寻求公平正义、维护社会道德，结果呢，这正义感是有，客户全跑了。难道追求公平正义不对吗？我们不应该这么做吗？对，你说的都对，我现在算是全明白了。感情我们现在在这儿唯一不做的一件事儿是生意，天天想着怎么弘扬真善美呢。我现在都有点怀疑啊，我这个合伙人当的，我到底是为了挣钱，还是为了行善？这件事情的对错无权判断，毕竟不是我经手的。但我就想知道，每一次我们都看似很正义地做出了一个选择，放弃了我们的客户，站在了一个所谓正确的位置上，但因此，我们失去了业务，失去了 DL 作为一家公关公司的信誉度。彭坤案发生之后，我们 DL 的每一个人都过得很艰难。我也知道江总，你因此承受着多大的压力，付出了多少努力。但现在公司的利益才应该是第一位的，所以我觉得你应当从对公司有利的角度去考虑问题。一味追求对错，道德上没有问题，但不应该是我们 DL 的态度。我们现在没有资本任性。可是客户违法了，难道我们为了挣钱就要假装看不到真相了吗？没错，我承认我们要做好生意，但是做好生意就不讲良心了吗？如果每笔生意都把它放在道德的审判台上，把我们自己审得体无完肤，那真是庸人自扰。我们可以建议客户去自首，但其他的事情不应该是由我们管的。查案从来都不是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已经为客户忠实地履行了合同，尽到了我们的责任。这个 case 我介入的比较深入，也算相对比较了解。你们的担心都不无道理。如果这次我们放弃了明通和董小鹏，肯定会有很多客户因此失去了对我们的信任。但如果这次我们帮助明通渡过了难关，万一有一天真相大白，到时候首当其冲的还是我们 DL， 那个时候大家就会说我们是骗子，DL 的声誉将一落千丈。刚才舒晴也说了，这段时间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，因为彭坤案 ，DL 在业界和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受损，所以我认为这次的事件不仅仅是明通的危机公关，也是我们 DL 的危机公关。我们应该借着这件事情，扭转 DL 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，告诉大家我们是一间有社会正义感、有责任感的公司。至于利益，事实上这一单下来，利润也不高。当然，失去明通这样的客户肯定是受损的。但你们还记得 New Face 案吗？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客户会像 New Face 一样，把他们的品牌和声誉交给一间诚信、守法的 DL。投票吧。
我反对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玉哲，该你了。Stella 说的对，真相是瞒不住的。目击证人刘东已经承认是严律师让他做的伪证，我已经拿到了刘东的证词。如果我们继续隐瞒下去，那我们就是帮凶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为什么要后悔啊？踏进这个大门，你就很有可能断送了你们两家多年来的友谊。你想好怎么跟你妈交代了吗？我想，她应该会理解的。这么做会不会有点自私啊？你妈肯定特别后悔把董天辉介绍给我们，也肯定特别后悔让我们来帮助董小鹏。本来人家是来找我们寻求帮助的，结果我们要把人家的儿子送进监狱。寻求真相的勇气是可贵的。但知道真相以后，如何去面对才是最残酷的。你确定你能承受揭开真相的一切后果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是现在让我打退堂鼓吗？如果你不想揭开真相，你为什么要去找刘东？找到真相是一回事儿。要说出真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掩盖真相就是帮凶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这个 U 盘里面是监控视频，这里是刘东的录音证词。董小鹏不仅交通肇事逃逸，还涉嫌做伪证，他骗了我们所有人。天慧阿姨，他确实是违法了。江达林，你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是吗？我妈给你公关费是为了让你帮我，你反过来害我呀？我哪得罪你了？江达林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，这些年明通给了你们家多少生意？你爸在我妈这赚了多少钱？还有，你妈跟我妈是几10年的朋友啊，咱俩小学就是同学，你这么对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说完了没有啊？你叶东烈给你什么好处啊？什么都没给我，因为你犯了错，你违法了。我劝你还是自首吧。凭什么？你以为你谁啊？你是法官啊？我可以再花钱，我再请律师，我再做新证据，他们可以证明我是清白无辜的。你的悲剧就在于，你认为所有的事情都能拿钱摆平。刚才进门以前，我们还在犹豫，但是我看到你现在这副德行，真的应该给你个教训。你就是个法盲，如果这次你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，将来你还会犯更大的错。董总，该说的说完了，您来做决定。走吧。魏哲，你给我站住！天慧阿姨，真的对不起。大林，江大林，小鹏，喂，110吗？我叫董天慧，我要替我儿子自首。啊！喂，女士，您说。喂，女士，
还在吗？喂喂，女士您没事吧？还在吗？喂，女士，您说话呀？您在什么地方？我在淀山湖度假村。目击者刘东最终在魏哲的劝说下，向警方提供证词。叶东烈不对刘东进行起诉。严律师制造视频伪证，虽未造成实质伤害，但仍构成犯罪，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最终，董小鹏因交通肇事逃逸致叶永福重伤，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，并赔偿叶永福所有的医药费、误工费以及精神损失费。庆祝一下。谢谢老师。没有什么要总结的吗？有啊，我觉得对不起我妈，对不起天慧阿姨，就怪那个董小鹏。你就不觉得对不起我吗？对不起你什么呀？作为合伙人，我来这儿最重要的是利益。上次 New Face 的案子被你误打误撞弄成了，该赚的钱也赚到了。这次咱们先不说董小鹏的代理费，明通集团这么大的客户，眼睁睁的就让他们跑掉了，你不觉得你应该赔偿我吗？可开会投票表决的时候，你投的是赞成票，不是我逼你的，我赔偿你什么呀？看来我挺你挺错了。亲兄弟还得明算账，更何况我们只是合伙人。如果你还想让我在 DL 继续干下去，这次你就必须赔偿我，因为我要让你长记性。你知道我以前办一桩危机公关的案子多少钱吗？这次的事情我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，这么多的精力，你不给钱，累傻小子呢？那你要多少钱？30万啊？一点都没多要你的。那我能不能年底再给你啊？我哪有那些钱啊？把利息算好。小气鬼。董小鹏被抓了，董天慧也宣布要辞去董事长的职务，他也公开向你和你父亲道歉了。在网上看到了，得到了你想要的结果，高兴吗？没什么高兴不高兴的，我想要的只是真相。我今天过来，是代表我们公司向你道歉的。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。董小鹏被抓了，董家的第一笔赔款也收到了，所以更不需要你的钱了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帮帮你。毕竟未来你父亲有很多地方都需要用钱的。我这个人啊，就是死脑筋，所以不需要别人同情。未来有什么打算？不知道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以你父亲现在的情况，他每天都需要有人照顾，你应该赶紧找一个长期的护工，好好的照顾你父亲。现在你面临毕业，你应该专心找个好工作。你父亲这个情况，他最需要的人是你。如果你倒下了，他就没有人依靠了。想要尽孝，首先要能做到自立。护工，给你联系好了。这些钱其实也不是给你的，就当做付给护工的工资吧。喂，谢谢。我要正式和你解约。解什么约啊？之前咱俩有个约定，如果你再做违反我职业准则的事情，你就不能再当我的学生了。别呀！你要再不支持我，那我得被公司那帮人整成什么样啊？那我就真的变成孤立无援了。
你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的学生被欺负吧？你不是这样人。别看你平时可怜兮兮的，骨子里主意大着呢。只要你想好的，你决定的事情，石头上都拉不回来。做你的老师太累了，我根本就不是你的老师，我是你的保姆。所以从今以后，咱们俩的师生情谊已尽，我们就是合伙人和老板的关系。我认错还不行吗？您大人有大量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你别跟我在这一点点小事上计较。小事儿，眼看着一单单生意被你搅黄了，我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。你是太监呀？你说什么？没有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发誓，我以后呢绝对不任性了，好好做生意，好好赚钱，我把你的损失全都补偿回来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嘛，老师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别的到时候又跟我什么道德、良心啊、真心啊。不会不会，说了你是我的老师，我以后全听你的。基于你现在的态度，我勉强答应你继续做我的学生，试用期延长2个月。还有试用期啊？以观后效。谢谢老师。Stella， 请移驾。怎么了？到地方告诉你。Come on。别问了，别问了。干嘛呀？哎，干嘛呀？不能在办公室里说吗？别问。为什么不能问啊？我忙着呢。哎呀，你别管了，别管了。今天听我们的啊！你敢搞什么搞？干嘛这是啊？来，干嘛？站这儿啊！站好，别动，乖。哎，对了，有件事我忘了。第2季度已经过了1/3了，可有的同事距离目标业绩还差得很远啊！不要跟我拿酒店硬件不如别人家来说事儿。傅月不是今天刚开的，你也不是今天刚来的，要找就从自身找原因。为什么过去能完成，现在就完不成啊？为什么别人能完成，你就完不成啊？有句话说得好啊，潮水退去之后，谁在裸泳，一目了然。别忘了，我们可是有末位淘汰制的。
傅岳不养闲人。业务全靠他了。就他这样还好意思待下去？不行就走着。哎，唐宁，我知道你刚才会议上一直在批评我，再给我点时间。再给你点时间。你知不知道 DL 把应该给我们的单子全都给了别人啊？是，我知道。可是我老婆那人嘛，她较起劲来，她六亲不认呐。你知道他六亲不认，你还干那不要脸的事儿？你居然敢把情人带我们酒店来，啊？你当别人是瞎子啊？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丑事别人都不知道？今天早上王总亲自跟我说了这个事儿，把我给臊得头都抬不起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唐年哥，真的，哎呀，消消气儿啊！你还不了解我吗？哥，再给一次机会，再给一次机会啊！好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要么你摆平你老婆，要么我把你摆平。